意外成为焦点的鸳鸯浴热吻。丁禹锡与邓恩熙在合作期间，因为那场持续40秒的鸳鸯浴热吻戏骤然登上热搜。对观众来说，这只是剧情推进中的强烈段落；对演员来说，却是极其消耗体力与心理的硬仗。两人进入水中时，灯光从头上打下来，水蒸气往上冒，再加上工作人员围成半圈，空气压得几乎无法顺畅呼吸。邓恩熙坦言，那一刻他紧张到几乎听不见外界声音，只能听见自己心跳声一下一下撞在胸口。他此前几乎没有拍过真正意义上的亲密戏，更没有面对过这样公开的突破界限瞬间。丁禹锡注意到他的紧绷，没有任何大动作，只是靠近，低声告诉他节奏和角度。他像大哥一样稳住现场节奏，也稳住他的心理。那场戏完成后，导演只安静地说了一句“过了”，随后全组静了几秒，才爆出掌声。不是因为激烈，而是因为他们撑住了那种高压下的真实感。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默契。合作之初，两人都误判了彼此。丁禹锡沉稳少话，看起来像永远处于角色状态的那类演员。邓恩熙灵动直接，让人在第一眼难以掌握他的节奏。但真正进入对手戏后，两人意外的合拍。动作、停顿、呼吸、节奏，不是对方提前设计好的，而是现场磨出来的。某天拍摄一段冲突戏时，他们都累到讲话都有些发虚，但情绪却越演越顺。下戏之后，两人都愣了几秒，因为那是第一次，他们真正感觉到，原来我们可以这样默契。稳重与灵动的碰撞。丁禹锡的稳重从来不是沉闷，而是一种让工作变得踏实的存在。现场只要他站在那里，大家都会不自觉放松一点。邓恩熙则完全相反，他像一束不断跳跃的火花。他的灵光一现随时可能带来惊喜，也可能让摄影师重新调整机位。有一次排练，他突然改了一个走位，所有人都以为丁禹锡会否决，结果他只沉默2秒，说了一句：“你是，我跟着。”这一句把整个片场的紧绷气氛彻底松开。稳重不是拘束，而是接得住对方的底气。先婚后爱的生活细节战。在新婚生活阶段的拍摄中，两人的对抗感达到巅峰。邓恩熙拍床戏前，一个跨步就跳上床，动作干脆的像在抢山头。他抢被子、抢枕头、抢位置，全是为了呈现角色的反骨。他的每个动作都不是即兴乱来，而是对镜头角度与节奏的精确计算。丁禹锡的角色设定是极致洁癖。邓恩熙得知后，拍戏时故意把点心碎屑掉到床上。只见丁禹锡角色是崩溃前的2秒停顿，被导演称作全片最值钱的空白。角色互相折磨，演员却越合作越顺。这种反差本身就充满戏剧张力，惊呆全组的料理发言。在一场做饭戏中，邓恩熙一边切菜，一边悠闲地说：“做饭和验尸的逻辑差不多。”全组都愣住。他继续补刀：“我用保存和解剖尸体的方法处理鸡肉，所以口感会比较像刚处理出来的。”摄影师差点笑出声，被导演瞪回去。丁禹锡脸色瞬间变白，那种真反胃反应成为最终镜头里最真实的表情。这种台词如果演得太刻意会很尴尬，但他自然得像日常闲聊，反而让场景更具冲击感。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挑战。鸳鸯浴热吻不仅是心理压力，也是身体挑战。水温忽冷忽热，浑身湿漉漉，衣服紧贴皮肤，灯光烤着头皮，再加上许多动作必须一遍成功。稍微停顿错位，就要全部重来。40秒在镜头里不算长，但在水里，在近距离呼吸交错下，对演员的控制力是极限要求。邓恩熙拍完整个人瘫在地上，连说话都略有颤。丁禹锡立刻递水，帮他挡风，安静地坐在旁边陪他缓气。他们都知道，那不是简单的拍戏，而是突破界限的一次考验。真实的成长不靠台词包装，成长不是依靠突然开窍，而是一个个被逼到墙边的瞬间。
为了角色的成熟感，邓恩熙调整语气、眼神、步伐，甚至训练微表情。他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不是演成年，而是就是那个角色。丁禹兮则为了保持角色沉稳，在现实生活中也刻意减少说话，把自己半锁在戏里。他不是靠情绪堆叠戏，而是靠沉住气塑造人物。他们把角色磨成了真实的人，而不是剧情工具。相互支撑的力量。拍摄过程中，两人都迎来各自的低潮。邓恩熙某次连夜拍戏，到了清晨眼睛都快睁不开。丁禹兮默默替他挡光，提醒他补充热水，甚至在空档帮他撑着外套，让他不被冷风吹到。另一边，当丁禹兮因为角色太深而情绪沉重时，邓恩熙会主动聊天，让他慢慢回到现实。他不像说教，更像递给他一条可以安全走出去的路。这种支撑不是刻意表现，而是在日积月累中变成默契。片场里没说出口的感谢，真正的感谢往往不是在杀青仪式上的发言，而是在那些微小却重要的瞬间。丁禹兮总会在收工前把乱掉的道具悄悄整理好，以免隔天耽误时间。邓恩熙拍戏前背台词背到凌晨，却依旧带着清醒的状态出现在片场。他们互相知道对方的努力，也知道那些努力没有被看见，但正是这些细节决定了作品的厚度。观众最爱的不是吻戏，而是真实感。热吻戏引爆热度，但观众真正难忘的是两人碰撞出的真实关系感。不是甜，不是暧昧，而是他们在互相推动，互相改变。剧情靠镜头推进，情感靠演员之间的真实建立。正因为他们演得足够真实，观众才会看得上头，看得停不下来。真正的反差让角色发光。丁禹兮外冷内暖，邓恩熙外热内稳。两个完全不同的能量碰在一起，不是中和，而是互相放大。一个让剧情更稳，一个让节奏更活。有了这种反差，他们的对手戏才会有力度、有温度、有看点，让人无法移开视线。合作之后，他们都变得更强大。拍摄结束后，两人带着成长回到自己的生活。邓恩熙再也不害怕亲密戏，因为他已经证明自己能驾驭。丁禹兮从角色沉重中学会切换，不再让自己被角色情绪拖住。感谢你一路看到最后，你的每一次观看、点赞与分享，都是创作者与演员不断前进的动力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真实故事，欢迎订阅、点赞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你最喜欢哪一段？哪一句最让你共鸣？我会认真阅读每一条留言。谢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